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呢，美股绝对的刺激，美国1月 CPI 数据直接爆表，同比3%，环比0.5%，双双打脸市场预期。美联储要降息，可别想了。道指和标普当场倒地，但纳斯达克指数呢，居然尾盘硬生生拉红了0.03%。那更魔幻的是，特斯拉暴跌之后呢，昨天是暴力反弹了2%。苹果公司呢偷偷注册了 Wilson Pro 2.0 专利，英伟达财报前夜多空绞杀，这行情心脏不好的还真受不了。但是呢，特斯拉的股价反弹，苹果的拉升，还有英伟达的过山车走势 ，Lucy 可是在之前的复盘视频呢预判个8、9不离10啊。先听 Lucy 用技术分析来慢慢帮你拆解，还没有订阅的小伙伴赶紧点个订阅，后续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们呢。接下来我们直接上干货。这张图表呢是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那我们来仔细的观察一下。那么这一根呢是纳指昨天的收盘的走势图，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纳指其实开盘呢是开在这个19400点之上的这个位置，那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大大的低开。那么在低开过程中呢，全天是一个收涨的低开高走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可以从技术分析来判断一下。首先 Lucy 呢在之前的复盘视频里呢有给大家提到过，就是在纳指之前的几个高点连线会出现一根呢向下的一个趋势的画线，那么接下来再用前期的低点，这里2个低点去画一条线，就能得到2根相交的直线。那么在这个相交的直线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纳指昨天的走势，这根 K 线还是在一个整理三角形当中。那么整理三角形的话呢，之前 Lucy 又给大家讲过，就是整理三角形其实它的方向选择呢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那么它不像直角三角形、上升三角形这种，它是有一个向上的动能。那么它也不像下降三角形，它会有一个向下的动能。所以说整理三角形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有一个不确定性存在。那么我们如何知道纳指后续的方向会怎么选择呢？这里 Lucy 呢教给大家一个判断的方法。那首先我们来看，实际上这个位置我们是不需要去猜的。首先我们通过 MACD 呢是可以看得到，近期 MACD 呢一直是在一个非常纠结的走势当中。它为什么纠结呢？就是这个红柱子呢，它没有顺势的变长，但是它又没有实现一个快线和慢线的金叉，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Lucy 就觉得走势的话，在我看来是非常纠结的。所以这里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一个什么组合？是黄金缠绕组合。那么黄金缠绕的话呢，它是预示着这一段走势呢是需要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的。那么它如何选择方向 ？Lucy 呢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方法。那么首先呢，昨天纳指是收出了一根长长的实体，是一根阳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点位呢是来到了19600多点。那么这个过程如果它有向上的动能，它就会在这根趋势线的上方形成一根 K 线。那么无论这根 K 线呢是否是如 Lucy 这样画的大小，如果是小 K 线的话，这样的一个实体也没有问题，主要是它的点位呢要能在19600点以上。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小伙伴来提问，那到底实体要多大呢？ Lucy 这里给大家做一个预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到19800点这个位置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压力。那么这样的话，图形也没有问题，只要在这条趋势线上，它的指数不跌破19600点，超过3天，那我们就确认这一条支撑线是有效的。那么纳指它还有可能继续向上。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它没有去突破19600点，
它是在19400点之里向下出现了一根 K 线的话，那这里呢大家就不要再急着去抄底了。这个位置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说纳指它有一个向上的动能，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继续观察，在这个纳指的一个走势的话，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判断标准的。那么这个就是 Lucy 教给大家的一个判断的方法，所以这是整理三角形的一个走势。那么纳指的话，目前还是在 Lucy 的一个预判的范围内的，所以呢，纳指今天我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了，我们去看一下特斯拉的走势。那么这一张呢是特斯拉日线的图表，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特斯拉昨天呢其实没有再创价格的一个新的低点了。那么在这个位置，它其实开盘之后呢就向上的一个拉升，非常坚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其实在向上的过程中，股价是遇到了压力，所以出现了一个回调。那么最后呈现给大家的这根 K 线呢，是有一个长长的上影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只要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就说特斯拉目前它的一个股价是止跌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也印证了昨天 Lucy 在复盘的时候有给大家讲过，这一根 K 线6%的这根大 K 线，实际上对应的量能呢是放大的。这里如果出现了放大的量能，那 Lucy 其实是比较乐观的，认为机构是在这里来参与了，去抄底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走势就验证了这个观点。那么但是股价的话呢，并没有达到 Lucy 之前预测的一个314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昨天的最低价呢大概是321左右，其实是差了7个点。所以呢这个位置呢 Lucy 在预测的过程中也保守了。但是有小伙伴想要抄底特斯拉的小伙伴，那是不是就失去机会了呢？ Lucy 这里呢也不这么认为，因为 Lucy 还没有去补仓。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特斯拉它如果在今天的行情当中的话，继续会出现一根绿色的阳线去反包掉这一根 K 线的话，我们其实也还可以增加一份确认，就是特斯拉在这个过程中，它其实还是止跌企稳了，那么它应该是绿色的。如果说这一根 K 线是红色的，那么其实昨天没有参与的小伙伴们也应该高兴起来，因为这里还不是一个低点。所以说特斯拉的股价呢还是存在一个纠结，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来我们来看一下 Lucy 的另外一个 OBV 的指标来对特斯拉做一个分析。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的 OBV 呢目前现在是处于一个黄色的线在上，那么白色的线在下，黄色线是压制了白线一段时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 OBV 能量线的指标呢，它有一个修复乖离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白线如果偏离黄线比较远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回来去找这根黄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呢，特斯拉的股价由于连续下跌，而且是跳空的，所以它造成什么 ？OBV 的指标呢是黄线在上，白线在下的一段时间的运行。那么这个过程，昨天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条白线是要回归于黄线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呢 ，Lucy 那也预判到它因为是偏离过大，所以它有可能会出现回归，而且昨天还是比较及时的一个分析，那么就给到了特斯拉的一个反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其实 Lucy 呢在2月12号的这个复盘视频里有提到过特斯拉的这一个预判，它的位置呢是314，但是当时呢我们给到的这个 K 线呢是一根绿色的这样的一根 K 线，所以说行情呢还是不断变化的。那么给到的位置呢 Lucy 还是偏保守了一些，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看到了特斯拉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那么有小伙伴会问，那 Lucy 是怎么预判到这些股票的一个反弹呢？这里呢 Lucy 是用到了自己的一套分析模型来给大家讲的。那么有喜欢 Lucy 的技术分析的朋友们呢，可以给 Lucy 点个订阅，成为订阅粉丝，宠粉福利当然少不了。那么 Lucy 准备了2025年的开年小礼物送给大家，是精心整理过的独家3金共振战法，可以帮助大家和 Lucy 一起从股票走势上发现美股实时变化。那么本周 Lucy 团队的老师还准备了内部的直播教学，想要技术分析更进一步的同学也可以找助教老师报名参加哦。那么参加的方法呢，是在视频下方的一个评论区这里，置顶留言链接里面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链接的话，给助教老师发送个新年礼物就可以领取到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苹果的走势图。那么苹果的反弹，为什么说 Lucy 已经提前预判到了？那么这张图表呢，是苹果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它其实昨天的位置呢是相当的低。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苹果公司它是回踩了 Lucy 的这根白色的均线，这根白色的均线呢是短线的一个均线，它在白线和黄线交叉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止跌企稳并且拉升。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这个 K 线已经在 Lucy 的头脑里已经显示过一遍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呢 ，Lucy 也给大家讲了一个如何去判断的一个分析方法。当然，这个分析方法呢是内部课程去给大家讲的。那么这里要给大家呢重新分析一遍。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3根线。那么这3根线其实呢是3根阳线，而且我们会发现它呢是在一个上升的过程中，所以说这属于价涨。那么在对应的成交量呢，其实是一个缩量的状态，所以这个属于叫量缩。那么在量价的过程中配合，那么这一段的走势实际上就是在上周的一个行情当中演绎的。那么通过这个上周的行情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判断到苹果公司在这一段行情过程中，它其实已经跌不下去了。那么股价跌不下去，它就会依托一个位置去反弹。那么我们其实就要抓住这个反弹的机会，出现了确定性的信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买入了。果不其然，在昨天，苹果的公司就出现了一个2%的一个上涨。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Lucy 的一个模型指标。那么我们看，那首先出现的是 OBV 这个指标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黄线在上，白线在下。如果说刚刚特斯拉呢，我们分析了它的一个压制，对吧？大家可能会觉得，那你这个位置应该是下跌才对呀。但是我们别忘了，这个模型它要看的是黄线是否是下跌的。那如果说它是一个有角度的上行和横盘整理的一个横向的水平的走势的话，这里我们还不能判断它是要下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根黄线其实它现在是一个水平的走势。那么白线虽然是下穿了这根黄线，但是它其实偏离黄线并不远。所以这里呢，如果股价昨天 Lucy 也在讲，如果股价它会向上走的话，那么势必会把这根白线呢拉起来，然后上穿这根黄线，出现一个金叉。那么这个就是 OBV， 带给我们的一个预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表上呢，其实是有黄金分割的一个预判的线。这张图表上面呢，是有 Lucy 用到了黄金分割的预测股价的位置。那么 Lucy 能看到它在这个位置反弹，但是看视频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价格要设定在哪里。那我们来再进一步用黄金分割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一个低点呢是219块1毛3，那么这一波回调的最高点呢是259块8毛5，所以说这个过程的回调呢还是非常充分的。
那么我们用这个219的最低点和259的最高点呢，去用一个黄金分割来测算。那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什么位置呢？就是61.8%的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反弹过程中的第一个点，那也就是244块2毛9。所以大家已经看到了，对吧？在这个过程中，红色的这一根大阴线就是这个反弹的高点的位置。所以为什么上周半个月前，那么苹果公司它在这个位置的股价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大阴线，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它已经超过了61.8%的位置，预测的位置，所以它势必会在这个位置形成压力，出现回调。那么回调到昨天 Lucy 给大家测算过的位置，那么 Lucy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昨天的视频，我们有在苹果公司这个股价的测试位置呢，我们去预测的一个位置就是229元。那么 Lucy 在这里也提示给大家这个位置去想要抄底的一个决心，所以也有看视频的粉丝小伙伴看懂了，来问 Lucy 是不是苹果短线现在买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如果看懂了的小伙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那你昨天短线买是不是就获利了一根阳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小伙伴说我昨天没看见视频，对吧？那我这个位置还能买吗？那 Lucy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苹果公司它的反弹的股价到底会去到哪里。那首先呢，我们以这一段反弹的过程中，那这里设置为一个高点，就是之前反弹的61.8%的位置244。那么低点的话呢是219块1毛3。那么这一轮苹果反弹，会有朋友问到底会反弹到哪里呢？那我们先进行一个测算。首先它的一个抄底的位置是在这里225元这里。那么它的一个反弹呢，我们首先去看它的这个高点246这个位置。那么如果说246被突破，这样一根阳线被突破上去的话，就是绿色的会被突破上去的话，那我们可以继续持有。但如果它出现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触顶之后就会出现回调的位置呢，那么短线的话246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减仓点。所以说苹果的股价呢，目前短线我们还是可以去按这个标准来参考的。那么这是苹果的走势图。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的走势。那么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实际上出现了连续的反弹的阳线，已经来到了之前我们预测的一个高点。英伟达出现了一轮反弹，但是这个高点呢，实际上我们后面会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高点 Lucy 也已经预测到了。所以昨天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英伟达它走了一根低开高走，但是是跳空的一根假阳真阴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英伟达的走势就比较纠结了，因为它现在连续的1、2、3、4、5、6根线，其实呢是连续的拉升，已经来到了这一根趋势线的下方。那么趋势线我们知道，如果说它站在趋势线的上方的这种呢，我们叫支撑。但是如果说它还没有涨过趋势线的话，那么在这个位置趋势线对它其实是形成压力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股价其实由135块钱的最高价，现在呢回到了130元左右。那么英伟达在这个位置呢，它就会出现面临一个选择，那是继续的回踩上攻呢，还是会出现一个压力的一个回落？那这里呢就要打一个问号了。那我们如何去知晓呢？毕竟英伟达的财报呢，未来几天它就是会要公布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通过技术分析，我们能找到一些什么蛛丝马迹呢？首先，这一轮的反弹呢，它其实是一个价涨量缩的一个反弹。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就错过了这一波反弹的话不要紧，我们要去找一个低点。
就是它回踩到哪里，我们才能去参与。那么这里呢，就要用到我们用的模型 MACD 的指标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呢，之前在我们周一的复盘的行情当中呢 ，Lucy 有给大家去讲过。那么绿色的柱子呢，它在不断的变大。那么在变大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昨天它没有进一步的加速上涨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现在的指标还在一个零轴下方，也就是水下。那么水下的话，它有可能这两条线会沿着这个趋势呢到零轴附近。所以说，如果它在零轴附近出现了纠结的话，那么英伟达的股价呢，目前为止还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震荡。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呢？有可能是这样的啊 ，Lucy 画一下它的一个方向，那么到这个位置，然后再弹起来，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回调之后的一个反弹。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呢，对于英伟达股价来说呢，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走势图。那它会不会按照 Lucy 的预判来走呢？那 Lucy 也有一个方法来去看一下。那有小伙伴问到了 MACD 参数怎么设置呢？那么 Lucy 也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视频的置顶的这条链接里，给助教发送新年礼物就可以领取了，设置的参数就在里面。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英伟达的 OBV 的走势。那现在呢，英伟达 Lucy 的一个想法呢，还是认为它会回调，也是因为基于 OBV 的一个分析。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英伟达的 OBV 黄线其实是向下的一个方向。那么虽然有短暂的一个白色线的上穿，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回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Lucy 曾经嘱咐过大家不要去追高参与。那么我们可以等到它回调的一个机会再去低吸。那么我们再来看英伟达的一个股价的测试。那么首先呢 ，Lucy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2月10号呢 ，Lucy 其实有预测过两个位置，就是英伟达反弹的高点135块4毛1。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预测完之后的一天就出现了达到了135的这个位置。就出现了回调，所以说目前为止我们去测试反弹的话，用黄金分割的比例会非常好。那么取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用到最低点的113和最高点的位置去取点。我们现在要去测试的是英伟达回调到什么位置。好，我们取点的位置呢 ，Lucy 刚刚已经画出来了，所以说它回调的位置呢，应该是在50%和61.8%的位置。那么这两个价格呢，分别是121块4和124元左右，所以这两个位置的差价呢并不大，只有3块钱。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是在这个区间里。所以说，其实回调的幅度呢，它也不太深，因为现在的股价就是130。所以说，有想要参与英伟达的小伙伴们呢，可以再等一等，去观察它的股价。那么这就是对英伟达它的一个回调的股价有一个分析。所以今天 Lucy 把预判了特斯拉、预判了苹果，还有英伟达的方法教给了大家，你学会了吗？今天咱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继续。